动视暴雪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之一哦，那出过了很多的经典游戏，像是炉石战记啊、暗黑破坏神、魔兽世界、斗阵特工，还有 Candy Crush。那大家没玩过也一定有听过。可是那么大的一家公司，最近却被爆出长期存在着性骚扰文化。有报道质疑说，我们手中的经典游戏难道都有强暴犯的足迹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动视暴雪的 MeToo 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动视暴雪是游戏界最重要的品牌之一，过去不只受到很多玩家的欢迎，不少的游戏工程师也都梦想着要进暴雪工作。但对女性来说，这个为大家带来梦想啊，还有快乐的梦幻企业，却可能是个地狱。今年7月，加州政府对动视暴雪提出控诉，揭发公司内部长期出现性犯罪事件，像是男员工把钻女员工的裙底当作游戏，灌酒捡尸、拍私密照流传等等。而且公司的高层明明早就知道这些事件呢，还故意的包庇犯案的员工。而这种可怕的文化并不是暴雪独有的哦，近2年来，其他知名的游戏公司，像是出品英雄联盟的 Riot， 还有做刺客教条的 Ubisoft 等等知名游戏大厂，都面对类似的 MeToo 指控。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美国的游戏业会有那么严重的性骚扰问题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按照惯例，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祺七七团队又要招募特约的合作伙伴咯。过去频道里面有不少影片的脚本是来自不同地方、不同专业背景的特约作者，透过远端的方式跟我们的团队协作，把更多重要或有趣的议题分享给大家。那为了让志祺七七的内容更多元、观点更深入，现在我们要再扩大招募咯。包含生活法律啊、国际新闻、公共卫生、医学议题、饮食文化、日韩文化，或是其他任何有趣甚至是猎奇的题材，只要你能够稳定的提供8到10分钟的影片口白脚本，我们都很欢迎。而另外，我们最近也设计了奖励机制，让长期稳定公稿的作者有机会获得更高的稿费。那如果你有兴趣，就赶快到这支影片的资讯栏点击官网的连结，看看更多的详细职缺说明吧。那也欢迎你帮忙我们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觉得适合或是有兴趣的朋友哦。我们首先要来快速的说明一下动视暴雪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动视暴雪呢，其实是一个大集团哦，而底下最有名的子公司就是暴雪娱乐。在1991年，3个 UCLA 的大学生创办了暴雪娱乐，而30年之后，暴雪变成了全球最知名的游戏品牌。旗下的暗黑破坏神、星海争霸，还有魔兽世界等等的游戏，可以说是改写了电玩10等级的经典作品，不但打破了游戏界的销售记录，还培养出了非常死忠的粉丝社群，有所谓暴雪出品必属精品的称号。而2007年呢，暴雪娱乐和动视暴雪合并。虽然呢，在合并之后，暴雪常常被玩家质疑只顾着赚钱，跟玩家社群彻底脱节，但动视暴雪旗下的炉石战记、绝世时刻还有 Candy Crush 等等呢，也算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去年的营收呢，甚至达到了破纪录的800亿美金。不过，虽然营收数字很漂亮，但是动视暴雪这几年来呢，可说是争议缠身。除了玩家社群不满之外呢，2019年他们也因为处罚支持反送中的香港选手，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抗议谴责，加上常常传出恶意解雇员工的新闻哦，很多人都感慨说，这个一代的游戏王者已经开始走下坡了。不过在这一次的争议爆发之前呢，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想到，暴雪的问题竟然比想象中严重很多。今年7月，加州政府在公平就业与住房部提出告诉哦，指控暴雪公司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性骚扰还有性侵问题。这一次的起诉呢，经过2年的搜证，里面提到的内容很多，我们这里大致分成3类。第一是针对待遇不平等的问题，调查发现，在暴雪的女性员工，不管是工作量还是工作时间，都比同一个职位的男性员工多。但就算女员工的工作成果比男性员工好，他们拿到的薪水、奖金和升迁机会都明显比男员工少。而第二是性骚扰的问题，调查发现暴雪内部呢有很强烈的兄弟会文化，在工作场合呢开黄腔还有歧视笑话，甚至是公然亲吻啊、搂抱、摸女员工的事件呢都非常的常见。而且在2019年以前，暴雪放任员工在上班时间喝酒狂欢，公司内部还附有吧台，男性员工喝醉之后会用爬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性骚扰女同事，这种很让人不舒服的行为，后来还变成了暴雪内部的常态游戏，被命名为隔间爬行。而从这里呢，就进一步的演变成了更严重的性侵犯问题。
不少人指证说，暴雪会强迫员工参加聚会啊、开趴，而在这些聚会上面呢，多次发生男员工故意灌醉新人还有女员工，趁对方意识不清的时候性侵。而另外呢，在加州政府的起诉里面还提到了一个很严重案例，有个女员工被男主管长期性侵，男主管呢不但带着性玩具强迫她出差，还拍下她的私密处照片在男同事之间流传。这个受害者曾经多次的提出投诉但都得不到帮助，最后因为不堪其辱跳楼轻生。而这只是目前查到最严重的案例。加州政府的调查指出呢，类似的案例在暴雪已经多到算是常态，受害者呢还包含了男性还有跨性别员工。但这些受害者提出的投诉呢，不是被公司搓掉，就是把加害者轻轻放过。最根本的性侵文化问题呢，从来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公司高层有的时候还会反过来报复那些不合群的受害者，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寒蝉效应。加州政府这一连串的指控震惊了游戏圈而动视暴雪在第一时间就批评加州政府扭曲事实，是一群不负责任的官僚。同时，暴雪娱乐呢也公告全体员工谴责这些性骚扰行为，呼吁遇到问题的人向公司寻求协助。不过，这些回应呢更加激怒了暴雪的员工，很多人在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早讲了好几年都没用，质疑公司呢又想要把结构性的性侵问题当成是个案来打发掉。后来有上千名暴雪员工联署抗议，而暴雪玩家呢，也在游戏当中策划抗议活动，攻击用涉嫌性骚扰的男主管名字命名的 NPC， 要求暴雪正视问题。而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暴雪承诺会做出改善，包含建立赔偿受害者的基金，开除20几个被检举的员工，还有把暴雪的 CEO 换成男女2人共同领导，删除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游戏内容等等。大家本来以为事情会这样子告一段落，没有想到后来又出现了更大的爆料。刚提到动视暴雪为了平息众怒，决定让资深员工珍妮佛·欧尼尔担任暴雪娱乐的共同执行长，成为暴雪史上第一个女性执行长。没有想到呢，欧尼尔才刚刚上任不到3个月就宣布辞职他谴责说，暴雪整个公司的文化都已经彻底烂掉，男性主管和员工互相包庇，根本无法推动改革，让他觉得自己只是被利用来洗白的工具。更扯的是呢，前面提到的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竟然还再次的发生了。欧尼尔都已经当上共同执行长了，在提出辞职之前呢，他拿到的薪水还是比另外一个男性执行长低。而另外这些问题其实不只发生在暴雪娱乐这家子公司媒体后来陆续追查到，这种性侵文化在动视暴雪旗下的各个子公司都不停的出现。而担任集团 CEO 30几年的柯蒂克呢，早就知情，甚至还多次出手帮加害者乔事，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把这些性犯罪的指控全部压下来。而这整个事件也因此越演越烈在美国游戏公司掀起了一股新的 Me Too 运动。在暴雪的事件被揭露之后，不少游戏界的人都出面指控说，这种性骚扰和歧视文化其实整个美国游戏业的普遍现象。光是这2年被提告的，就有英雄联盟的 Riot， 还有刺客教条的 Ubisoft 等等的知名大公司，没有被抓出来的恐怕还有更多。为什么美国游戏业会有那么多这样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查到了好几种说法。有人认为原因是游戏产业的男女比例失衡。根据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统计呢，整个游戏产业的女性只有 30% 左右，在暴雪甚至只有 20%。不过光是男女比例失衡，不代表一定会发生歧视和性骚扰。所以有人主张，更关键的原因呢，是游戏产业中严重的兄弟会文化。兄弟会文化是美国大学文化的产物，本来是加强凝聚力、扩展人脉的社团，但后来却常常被诟病说是一种鼓吹男性沙文主义，还有酗酒纵欲的借口。而在游戏产业当中呢，这种强调娱乐、好玩、认真就输了的领域，更容易出现兄弟会文化的风气。公司用激发创意当理由，放任员工上班喝酒霸凌菜鸟，甚至连性骚扰还有性侵也都被当成是开玩笑打发掉。而这样的氛围呢，让部分员工就算觉得不舒服，也因为同侪压力而不敢说话。另外，在这种文化里面呢，类似学长学弟制的阶级也非常的森严。有人形容说，公司里面的明星开发者高高在上，不管做什么都没有人敢反抗。而这种文化深植在美国游戏还有新创产业里面，让性侵的事件很容易发生，又很难得到正视。所以不少人认为虽然这次暴雪的事件很夸张，但这恐怕只是美国职场性暴力的冰山一角。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才能够在每天晚上收到我们的影片通知。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
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这个加入，或者从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好的，那话说回来哦，我们在研究这次的暴雪事件的时候呢，发现有不少玩家担心这类的 Me Too 或者所谓的追求政治正确运动会对游戏的品质带来负面的影响。像有些人就不满说，暴雪在事件爆发之后呢，和谐掉了游戏里面的女性裸露画面，反而压缩到创作自由，破坏原本的游戏文化等等。那我们认为哦，游戏内容和公平对待女性开发者其实是两件事。对游戏内容的部分，不同玩家可能有不同的期待，但在开发者权益的部分，我们相信没有人会希望这些为自己带来快乐的游戏是在忍受性侵犯的环境下面被做出来的。而且从暴雪近年的游戏评价来看呢，对女性开发者糟糕也不会自动让游戏变好，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暴雪能够早点正视这些问题，让开发者都能有更专业的工作环境、更公平的待遇，那么他们做出来的游戏理论上也会变得更好才对。所以如果从打造更好的游戏这个共同目标来看呢，玩家和发起 Me Too 的游戏开发者双方的利益不完全是冲突的，大家甚至还有不少的共同点。支持游戏开发者的权益，或许也是一个对彼此都有好处的做法吧。好的，那最后呢，想要来问大家在知道暴雪事件之后，你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游戏呢？强烈的抵制在这种可怕环境下做出来的游戏完全无法接受。比游戏好玩呢就会玩，开发者的待遇跟游戏本身无关。自己先观望一下，如果他们有诚意改革，那我就会继续的支持。第一，没差本来就没有在玩游戏。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暴雪 Me Too 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原神抄袭以及 Me Too 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